早安！最近有收到很多私讯，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想说，疫情过后想要来工作啊、游学啊，甚至退休移民的这个部分。那大家都想知道，就是这边的物价怎么样。所以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逛超市。长这么大，我也只在2个地方生活过，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还有这个马尼拉。所以我的比较都是就是拿这2个城市来做比较了，可能会比不上台湾或者是香港啊，甚至是就是中国的那一些消费。那如果比如说你要游学，大部分都是在宿务那一边嘛。那我自己去宿务旅游过，我是觉得宿务物价的话会稍微比马尼拉便宜，所以这个是马尼拉的这个物价，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今天身处的这个 mall 呢是这个 Ayala Mall Greenbelt 区，很喜欢来这一区逛街，是因为这边有就是4个 mall 连在一起，就是有 Greenbelt 啊，然后 Landmark 啊 Glorietta 还有这个 SM Makati， 就几乎你想要买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这边买到了，所以我个人是还蛮喜欢来这边逛街的，特别是这个 Greenbelt。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叫 Greenbelt 的原因，整个区域都有很多这些绿色的植物，这样，然后你逛起来就是很舒服。还有这边就是有很多的餐厅，就从 fine dining 就是那种高级的餐厅，一直到平价的餐厅、快餐，其实你都可以在这4个 mall 找得到。今天要带大家来逛的是这个 Landmark 的超市，因为我觉得它的东西会稍微比较全一点，所以可以让你们全面的看到这个物价，然后也会比平常的就是超市更划算。其实它楼上还有很多那些生活用品。然后比如说床单那一些，所以通常刚来的朋友都很适合来这边买一些家具啊什么的，就会稍微比较便宜。我们现在要排队进超市，哇，好多人哦 ！Oh my god！ 我听说疫情期间有很多朋友就是排了大概1-2个小时的队才进得到超市。排了不到5分钟就进去了，好多人哦！我今天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我自己觉得贵到扑街的东西，还有一些便宜到扑街的东西。那首先第一个要来说的是贵到扑街的东西是水果，6颗青苹果要202.5，我觉得这个超市已经算便宜了，我家附近的那个更贵。西瓜246，这个哈密瓜要200批，看这个富士苹果要75批一个。还有第二个我觉得贵到扑街的东西就是蔬菜啦，我觉得蔬菜就是本地产的蔬菜会稍微比较便宜，那只要它是外来的话就会很贵。花椰菜，他们的花椰菜都长得就是比较瘦小一点。然后这个就是1公斤要286，所以大概平均1颗就要就是100多批。像这种本地产的就是番茄，可是长得没这么好看啊，就很便宜，才22批就有这么多颗。也是他们本地有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秋葵才16.55，就是这样子一包。还有这个 cabbage， 我觉得也是就是贵到离谱的，就这样子1颗要107。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这个更离谱。如果你想吃沙拉的话，就这一个就要249。这边好像比较没有进口的蔬菜，就我家附近那个超市有一些进口的蔬菜，真的超级贵。还有第3个，我自己觉得就是贵到很夸张的东西，就是海鲜啦。鲤鱼1公斤就要880块，就这样子一片318。就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可能买一片这样子才就是10多块吧，所以我自己感觉是贵的。这些剥好的虾子，就是0.4公斤要393的手，然后是它的 size， 就是只有我的手掌的可能2/3吧。这个要650公斤，还有这个虾就比较大只的要790块。老虎虾吗？这要1100块1公斤。所以平常我几乎都吃不起海鲜，所以都会来买这些冷冻。你看，比如说这个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可是这个才399，可是有2片，是不是比较划算？这个超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就是在别的超市你买不到的调味料，特别是马来西亚的调味料。我觉得这边中餐厅很多，可是马来西亚餐厅是真的很少。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怀念一些自己的家乡味，就像我一样的话，就可以来这边买一些。好像这个 biryani
rice， 还有这个 Indonesian nasi goreng， 这个田师傅也是马来西亚的，就是这个阿萨姆鱼，还有这个 curry laksa 这种都是我在别的超市没有看过的。还有这个冰城虾面酱、肉咖喱也是我们很喜欢的。菲律宾这边也有很多就是我们这种华人的这一些酱的，就是大部分都是李锦记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在这边吃就是买不到自己的想要的一些酱料什么的。这些对我来说完全就是神器。还有台湾火锅必吃的沙茶酱。上完贵到扑街的东西，现在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我觉得便宜到扑街的东西。那第一个就是本地的泡面，就是这边整整一排都是本地的泡面，就是这么念的 Pancit Canton， 好 Canton 就是广东的意思，然后 Pancit 好像就是面的意思，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广东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一包才15p，另外一个 Pancit Canton， 然后才8p， 而且我觉得它好就好在它就是有一包一包分开的卖，所以如果你要旅行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都买回去，然后每个口味都试一遍，或者是拿来送朋友，我觉得他们也会很开心。我自己收到的话是会很开心啊。然后这个是他们最有名的牌子。哦，这个是特别辣的，我觉得感觉还不错。最近新出了这一个 Indomie 的咸蛋版，不知道大家吃了没？然后它还是卷面，就是那个卷的面。这个我吃过，这个好吃。他们的泡面是这么小一杯的，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女生，就是要减肥的时候啊，然后可是又很馋吃泡面，就可以就是吃一个小小的，就是怎么说解馋。然后就是小小的也不会有什么负担，就是买回去人家也就不好吃也不会浪费掉，是不是？那好吃的话，下次再来买一堆回去。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这个牌子的，就是这个 Yakisoba。哦，我喜欢的是蓝色这个口味的这个 Spicy Chicken， 就是这个它甜甜的，很好吃，我很喜欢这个。大家如果想要买一些比较就是有本地特色的话呢，就可以买这个 Lucky Me 的牌子的。OK，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便宜到扑街的第二个东西，我觉得就是零食。那我来 Landmark 的超市呢，最喜欢就是逛这边的零食区。你看他们这边就是满满的零食区。他们这边有很多就是那种进口的零食，那进口的零食是真的还蛮贵的，可是一般他们本地的零食都很便宜。像我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就是一些进口的，这个应该是国外的牌子，这个75块 ，Ruffles 这个 Ruffles 的口味也要92.5。咸蛋味的 Lace 没有了，我上周来的时候还有咸蛋味的 Lace。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本地的零食，像这一个是他们蛮有名的一个牌子，就是 Ding Dong， 里面是一些就是mixed nut， 就是才17.7，像这种。马来西亚其实就没有这种就是爆米花，他们这边就有。这个牌子也是我们常吃的，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日本的牌子，可是它其实在这边有很多零食，而且也不贵。像这个咸蛋味的这个薯片呢，也只要33.1。这个也是很好吃，这才12p，超便宜。哇，好可爱哦！有这个小包的，才多少？5.5p。哦，这个也很好吃，就是这个，它是那种蒜味，就是长得像这样子的一些小饼干。然后这个也是超便宜，这个才5p，也是很有名的那个就是猪皮的那个牌子。然后这个才17p耶，你看就是这样子一大包。刚介绍完零食，现在要来介绍第三个我觉得便宜到扑街的东西，就是酒。先说一下，就是未成年不能喝酒哦。然后成年的朋友，你们可以多喝一点，因为真的是菲律宾的酒真的是超便宜，不喝就有点对不起自己了。特别是就马来西亚的朋友，马来西亚的酒这么贵，是不是要多喝一点，对吧？我发现菲律宾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它的就是这种铝罐的会比就是瓶装的稍微会贵一点的。这是菲律宾最有名的一个啤酒牌子，然后都有就是出口到别的国家，就1890年开始就已经在卖了。这个瓶子的是35块，然后这个铝罐的话呢就要45.75。我听说好像是因为这些瓶子是可以回收，可是这个也会回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这个红马烈酒，就是我马来西亚的朋友就是强烈要我带回去给他们试一试的，就是他们酒精浓度稍微比较高 ，extra strong 的一个啤酒。我看一下它酒精浓度多少
哦，它是6.9，一般的啤酒不都是大概5%吗？他们连百威都很便宜，马来西亚的百威超贵的。你看他们的百威才47p，所以是不是要多喝一点？哦，你看这个炸黄啤，炸黄啤才85，我们平常一个就是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啤酒就85了。我很喜欢的，之前有在那个周末影片推荐过的这个 Brew Kettle， 就是蜂蜜啤酒，我也很喜欢，而且也是超便宜的，这才多少50p。然后就是 San Miguel 的这个 Flavor Beer 这个是柠檬口味的。其实他们有3个口味，有苹果、柠檬还有荔枝的，3个口味都很好喝。这个就是淡淡的水果味，是不太喜欢喝啤酒的朋友，就是绝对可以喝这个。还有女生很喜欢的 Whole Garden Rosé 是103.5，外来酒会比较稍微贵一点啊，可是也没有比马来西亚贵。OK，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Baileys 才518，你去哪里找 Baileys？ 免税的好像不止。马清 ST 748。那在这边生活的大家应该都同意，你们就是1个月里面花最多的一笔钱，除了喝酒，应该就是喝水了。我们很喜欢买这种。我自己在马来西亚就没有这么喝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贵还是便宜。这4升的是46p，好像很多人比较物价的时候都会看面包，对不对？这个面包就是长的，就65p，算是贵吗？还有菲律宾也跟马来西亚一样，他们都很喜欢喝这种3合1的咖啡。可是我觉得喝起来就是会跟马来西亚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比较喜欢喝马来西亚的那种 Nescafe 什么的，就可以多囤一点，就是来这边。不然的话，其实这些也是不错喝啦，而且价钱也不太贵。比如说这个10包大概59p，也是很便宜的。美露这个是1公斤的270吧。270，好像有稍贵哈。那很多人比较物价的时候就喜欢看牛奶嘛，这个牛奶是88p，就 Nestle 的 Fresh Milk，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跟马来西亚差不多。Oh my god！ 这家超市竟然有卖中华豆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边有一个可以说是菲律宾版的永和豆浆啊，就是这个中华豆浆竟然有卖到我这边来，平常都要跑到卡蒂玛那边才买得到的。还有洗漱用品，我要讲一下，就是菲律宾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香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都会买各种各样的香皂，就是回去用，而且每一个看起来都好好用哦。然后就是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就是当伴手礼。我听说这个好像特别好用，就是他们本地人都会，比如说去国外工作的时候都会买一堆，然后囤到国外那边用。然后还有一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的，就是他们的这些叫什么，就是沐浴乳啊，跟这种洗发精啊什么的，都有这种包型的。然后你在 7-Eleven 的时候就可以，比如说几批，你就可以买到这个1格这样。我觉得这个去旅行真的是超级方便。还有比如说你不知道哪一个适合你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买一个，就是买这种小包的，然后回家先试试看。然后如果好用的话呢，你再来买这种就是大瓶的。这几乎每一个牌子都有出这种的。马尼拉超市买东西的话，就一定要带自己的环保袋，不然的话，他们就会给你那种纸的那个袋子。那纸的袋子就是只要一下雨，你的人生就完了。总结的来说，我觉得就是马尼拉的物价就是有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就看你自己的活的要求。就是你可以活得很便宜，然后你也可以活得就是很奢华。我觉得每一个城市它的超市都会有它自己的这个特色，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就很喜欢逛就是马尼拉的超市，就觉得很有趣。那希望这个影片就是可以给想来这边住的朋友，就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idea 啦。那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 comments 给我知道。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次见，拜拜。